2017年的春天，加州山顶城 ，Google 总部的一个会议室里边，空调开得很足，投影仪打在白墙上 ，PPT 标题上写着 Project Maven AI for Defense。会议桌旁边呢坐着10几个人，高管、工程师、产品经理，还有几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人，大概是五角大楼来的。项目描述很简洁，用机器学习帮美国的军方自动分析无人机拍摄出来的画面。技术上这个并不难 ，Google 的图像识别技术已经能够分辨一只猫或者是一只狗，那么分辨一个士兵或者是一个平民，或者分辨一辆卡车和一辆坦克，也只不过是调整参数的事儿。会议室里边呢，有人在点头，有人在计算这个项目的收益，有人在盘算这个项目能给自己的简历加多少分。几乎所有人都在想这个事儿肯定能成。直到一个看起来很温和的亚裔女性举起了手，李飞飞 ，Google Cloud AI 的首席科学家 ，ImageNet 的创始人，斯坦福的终身教授。他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那一刻，会议室一下就安静了，安静到大家都愣了几秒钟。然后呢，有人问他想什么，他回答：“想一想，这个技术最后的主人会是谁？想一想。”如果有一天别人用同样的技术对付我们会怎么样？想一想，我们是不是真的希望 AI 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应用是在战场上？后来他在内部的邮件里面写道，我们不应该把 AI 和军事联系得太紧密，这个不仅会伤害到 Google 的声誉，也会伤害到整个 AI 这门技术。但这封邮件呢，后来被泄露出去了，舆论一下子炸开了锅，几千个 Google 的员工站了出来，联名签字，公开反对这个项目。最后 ，Google 被迫宣布不再续签 Maven 项目，但代价是2018年李飞飞离开了 Google。官方的说法是合同到期，但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个只盯着利润、追求权力的科技帝国里边，他当了一次反叛者，然后他输了，不得不离开。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在 Google 里边多拿一点股票不好吗？当几年的高管不好吗？但如果你了解她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女人从一开始就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把本该属于所有人的技术从少数人的手里一点一点的偷回来，而且这件事儿她已经干了20几年。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今天的主角不是某个币圈的大佬，他没有发过币，甚至可能都不知道什么是 gas fee。但他的人生轨迹从干洗店小妹到 AI 女神，从开放数据的推动者到科技巨头的反叛者，几乎把去中心化、数据主权、开放协作这些我们在 Web3 世界里边喊了10几年的东西，全都活生生的演绎了一遍。而且他比99%的加密项目做得更彻底。1976年的9月，北京一个女孩出生。那一年呢，一个旧的时代刚刚落幕，一个新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开始。整个中国都在一种重启系统的状态里边，既疲惫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女孩的父母是标准的知识分子，在成都的一所大学里边，一个教物理，一个教电气工程。按理说，在那个年代，这是很多人口中的体面家庭，有编制，有学历，生活稳定，路径清晰。但到了90年代初，他们做了一个和大多数同事不一样的决定。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开始进入下海潮的年代，有人炒股，有人经商，整个社会像是被人给摁下了一个快进键。可对很多的知识分子家庭来说，他们看到的不是机会，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晃动感，规则在变，未来很难预测。于是呢，这个原本可以安稳待在大学里的家庭做了一个很一流的选择，带着年幼的女儿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从零重新开始。李飞飞的父亲先一步去了美国，身上只有几百美元，一个行李箱，再加上一口几乎说不清句子的英语。落地纽约以后，他辗转到了新泽西，在一个华人的社区里边租了一个阴冷的地下室。1993年，16岁的李飞飞跟着母亲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也来到了新泽西。他后来在一次采访里边说，我第一次走进那个地下室的时候，闻到的味道不是美国梦，是潮湿的霉味儿，还有煮方便面的味道。
你应该知道，很多移民的故事都会把抵达美国说成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起点，但对李飞飞一家来说，那一刻不是希望，更像是命运给你的一次强制分叉。用区块链的语言翻译，就是你在旧链上所有的积累、学历、职称、社会关系，甚至你的母语，全部清零。你被迫在一条全新的链上，从区块零开始重新挖矿。1994年，李飞飞的父母用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在新泽西的小镇上盘下了一家干洗店，店很小，门口挂着霓虹灯 ，Cleaner and Laundry。店里只有2台洗衣机、1台烘干机，还有一张满是熨烫痕迹的熨烫台。李飞飞的日常时间表是这个样子：早上6点起床，帮父母准备开店；7点到下午3点去高中上课，下午4点到晚上9点回店里帮忙，晚上10点以后写作业、看书、准备考试。周末没有周末这个概念，周末是生意最忙的时候。他在店里的工作非常具体，非常琐碎，接衣服、登记、打标签，要干洗的，要熨烫的，收钱找零。遇到投诉，衣服坏了，扣子掉了，颜色褪了，他要冲在前面道歉解释，想办法去补救。有一次呢，一个顾客拿着一件白衬衫，指着上面的一个小小的黄色的污渍，对着他的母亲大声的嚷嚷：“你们把我的衣服洗坏了，这可是我要面试的时候穿的，你们得赔呀！”他妈妈一句完整的英语都说不出来，只能不停的鞠躬道歉 ：“Sorry, sorry。”李飞飞站在旁边，觉得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的给刺了一下。他走了过去，用流利的英语跟顾客解释，这个污渍很可能是衣服本来就有的，只是之前没有注意到。如果你觉得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免费的帮你再处理一次。顾客看着这个只有10几岁的亚裔的女孩，愣了一下，语气呢也慢慢缓和了下来。算了，你们帮我把它重新再洗一遍吧。那天晚上，店铺关门，他和父母坐在店里的小桌子前一起对账。父亲在一个小本子上一笔一笔地记着今天的收入127美元，减去水电费、洗衣粉、塑料袋，净利润34美元。母亲在旁边叹气，这个月的房租还差200块钱。李飞飞看着那个小本子，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不是一门生意，这是他们生存的系统。每一个顾客就是一个节点，每一次服务就是一笔交易，信任是这个网络里边唯一的共识机制。如果你对某一个顾客不好，他们就不会再来。如果你弄丢了一件衣服，你的口碑就会在这个社区里边被迅速的广播。如果你想偷工减料，这个网络很快的就会给你惩罚。没有人会来救你，只有你自己一点一滴的把信用累积上去。后来他在一篇大学申请书里边写道，我1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一家干洗店的 CEO 了。老师以为他在开玩笑，但他没有开玩笑。在那家小店里边，他学到的东西比任何课堂都要多。没有人给你背景，你就只能靠自己。每一个节点都很关键，丢掉任何一个都可能是致命的。规则必须透明，否则信任就会瞬间崩塌。这些东西很多年以后，在区块链的行业被包装成了一些很酷的词儿：去中心化、节点共识、透明可信。但对他来说，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理论，这就是活下去的方式。一家小干洗店里边怎么活下去的基本法则。白天在学校呢，他是那种老师最放心的学生，数学、物理、化学几乎永远是 A。他迷上了物理，迷上了那种世界背后有规律的感觉。他想研究宇宙是怎么运转的，物质是怎么组成的。但这些想法他不敢跟他的父母讲，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靠干洗店撑起房租的移民的家庭里边，研究宇宙的本质，这个听起来它不是梦想，更像是一种奢侈。就好像一个在矿上挖煤的工人，回家以后对家里人说，我想要研究量子力学。家人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支持，而是先想想咱们这个月的房租吧。但他还是悄悄地递交了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系的申请。1995年，他收到了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一家人照例坐在店里边，看完账本，再看看那封录取通知书。父亲问他学费该怎么办，他回答，我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母亲看着他，眼眶有点红。好吧，那你就去吧。1999年，他从普林斯顿毕业，拿到了物理系的最高荣誉。
按照很多人的剧本，到这里边就该上岸了。但之后的几年，他又做了一个看上去很不切实际的决定，继续读博士，方向计算机视觉，让机器学会看见世界。那个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要从科技巨头手里偷走的东西，正是这个领域里边最核心、最关键的燃料——数据。2000年到2007年，李飞飞在加州理工读博士，后来呢，先后在普林斯顿和斯坦福做助理教授。那个时候的 AI 远没有今天这么厉害，让机器识别一只猫错误率能达到50%，人脸识别只能在实验室里边，自动驾驶你想都别想。问题出在哪儿呢？不是算法不聪明，而是没有东西学，没有数据。那个时候每个大学的实验室里边手里的数据集可能只有几千张图片，而且呢各做各的，互不共享。但与此同时 Google、Facebook 这些大的公司手里边已经攥着什么呢？几十亿张图片，几百次的用户点击，无数的搜索记录、浏览路径，数据就是他们的护城河。你想训练一个更好的模型，对不起，你没有数据；你想发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对不起，你在小数据上的结果没有人当回事儿。这个就是2000年时代的 AI 世界，一边是手握着海量数据的科技巨头，另一边是捉襟见肘的学术实验室。就像金融世界里边，一边是掌握着全球货币发行权的央行，一边是只能把钱存进银行的普通储户。这个结构本身就是数据极度中心化的权力分配。2006年的某一天，李飞飞坐在斯坦福的办公室里边，对着白板发呆。他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人类的小孩3岁就能识别出几千种东西，而我们训练了这么多年 AI 还是经常认错？他突然意识到，人类小孩是在一个充满数据的世界里面长大的，每天看到猫、狗、汽车、树、房子，每次叫错，家长都会纠正，这个不是狗，这个是猫。日积月累，大脑里边就会长出一个完整的世界模型。但 AI 呢？ AI 更像一个被关在小黑屋里的小孩，偶尔被扔进几张照片，偶尔被告知这是猫，这个是狗，然后你指望他学会理解世界，这不是 AI 不够聪明，而是你根本就没有给他足够的成长环境。他在白板上画了一个大的框架，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个包含1000万张图片的开放数据库，尽量覆盖人类世界里边所有常见的物体，然后呢，免费给所有人用，会怎么样？他的博士生看着白板沉默了几秒钟，然后问他：教授，你是认真的吗？李飞飞回答说：当然。博士生又问：那要花多少钱？要多久？做出来以后我们拿它来干什么？发论文还是卖给 Google？ 李飞飞摇摇头，不卖。做出来以后我们就开源，免费，谁想用谁都可以用。博士生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低声的又问他：教授，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疯狂。2007年 ImageNet 的项目正式启动，摆在他们面前的第一个问题是1000万张图片怎么去标注？如果雇佣专业的人员按每张图0.5美元去计算，1000万张就是500万美元，以当时的科研经费水平完全不可能。于是呢，他找了一个在当时还挺野的办法，亚马逊的众包平台 Mechanical Turk。 这个平台的逻辑很简单，把一个超大的任务拆成几百万个小任务，发给全世界的普通人，每个人只做一点点，每做一个任务拿几美分的报酬。于是呢，在2007到2009年这2年多的时间里边，一个印度的大学生每天晚上标注500张图当零花钱，一个美国家庭的家庭主妇在带孩子的间隙打开电脑点一点，这个是狗，这个是猫。一个中国的程序员午休的时间顺手帮忙标注了一些汽车和路牌的图片。他们互相不认识，也不知道自己在参与什么样伟大的项目。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几美元的额外的收入。但就是这些人分散在全球的各地，没有组织架构，没有统一的老板，只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平台连接在一起，他们一起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图像标注的行动。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像某种东西？去中心化的协作，分布式的贡献，没有中心机构，但有一个隐形的共同的目标。这个就是最早的一种挖矿，只不过他们挖的不是比特币，而是把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一点一点的写进数据集。2009年 ImageNet 正式上线，1400万张图片，2万多个类别，
从金毛猎犬到波斯猫，从消防车到救护车，几乎覆盖了人类生活当中能见到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呢，李飞飞宣布完全免费、完全开放，不归任何公司所有，学术界、开发者、创业者谁都可以用。当时的学术圈很多人都觉得他有点傻，花这么大的力气就为了做一个数据集，有这个时间你多发几篇论文好不好？做出来也不申请专利，万一被大公司拿去赚钱该怎么办？大家都用自己的小数据集，谁会用你的？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所有的质疑声全部都安静下来。2012年 ImageNet 举办了一场全球图像识别比赛，世界各地的 AI 团队都可以来参赛。那一年呢，一个叫做 AlexNet 的深度学习模型把图像识别的错误率从26%直接降到了15%，这个成绩震惊了整个 AI 界。因为在此之前，大家每年能提升的可能就只有可怜的1%到2%，而 AlexNet 一上来直接提高了11个百分点。接下来的5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2013年，人脸识别的准确率开始超过人类；14年，自动驾驶开始看懂路况；15年，医疗影像 AI 能够在片子里边找出癌症早期的迹象；2016年，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所有人都在问，这怎么突然就能够用了？答案很简单，因为有人把原本只属于少数巨头的原材料开放给了所有人。这件事后来被写进了 AI 的历史教科书，但很少有人追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对他个人有什么好处？答案是几乎没有。他没有拿 ImageNet 去融资，没有把它打包成产品出售，他就是把它免费送给了全世界。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2008年，有个叫做松本聪的人在网上扔下了一份白皮书，外加一堆代码，几年以后就从公众的视野里面消失了。没有融资，没有公司，没有 roadmap， 只留下一套规则，让任何人都可以参与。2009年，李飞飞把1400万张图片、2万多个类别的数据集丢给了全世界，拿去用吧，免费开源，不归任何公司。一个在区块链的世界里边把货币从少数人手里边拿出来，一个在 AI 的世界里边把数据从少数人的手里边拿出来。他们做的事不完全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尝试着把权力一点点的还给所有人。2013年，李飞飞成为斯坦福 AI 实验室的主任，算是学术界的顶流位置。但他发现了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资源根本就赶不上产业界。Google 一年在 AI 上的投入可能是全球所有大学加起来的10倍，最好的工程师、最强的算力、最多的数据，全都在大公司的手里。2016年 ，Google 找到他，开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条件，担任 Google Cloud AI Machine Learning 的首席科学家，帮助 Google 把 AI 能力做成云服务，让更多的中小企业也能够用上 AI。他犹豫了很久，一方面他很清楚，在大公司里面你的影响力可以被放大到100倍，甚至1000倍，但另外一方面他也很担心，如果我去了，我会不会慢慢变成一个只为公司利益服务的工具人？最后他还是去了，但他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我可以帮 Google 做技术，但我不会帮他做违背我价值观的事情。他当时觉得这个原则应该不难坚守，后来他发现太难了。在 Google 的第1年，李飞飞带队做了第一个产品 AutoML Auto Machine Learning。简单说就是你不需要懂算法，不需要懂编程，只要把你的数据上传上去， AutoML 会自动的帮你训练一个 AI 的模型。比如说一个小小的诊所想要 AI 去看 X 光片，却请不起 AI 的工程师，没关系，用 AutoML 按流程上传一些样本，几个小时就能够训练出一个能用的模型。他在发布会上说 AI 不应该只属于 Google、Facebook 这样的巨头， AI 应该是一种每个人每家公司都可以用的工具。这个理念跟他做 ImageNet 的时候一样，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参与。但很快呢，他发现在一家追求利润和市场份额的公司里边，平民化这3个字是有边界的。公司愿意让中小的企业用 AI， 但前提是他们要付钱，要待在 Google 的生态里面。公司愿意开源一部分的技术，但真正核心的、最赚钱的、最有壁垒的那一块，永远都不会完全开放。更重要的是，公司来决定 AI 被用在什么样的场景，不被用在什么样的场景。
这个决定权不在李飞飞的手里，也不在工程师的手里，而是在董事会和负责政府大单的部门的手里。2017年的春天，李飞飞第一次听说 Project Maven 这个项目，五角大楼找到 Google， 想用 AI 分析无人机拍摄的视频画面。技术上这个不复杂，就是图像识别加上目标追踪。Google 的技术完全可以做得到，但他看到了项目简报以后，心里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想起了一件事儿，2016年他去过中东的一个难民营，看到很多叙利亚的孩子因为战争失去了家园。有一个小女孩拉着她的袖子问：“姐姐，为什么会有战争？”那一刻，他不知道怎么回答。现在五角大楼要用 AI 让战争变得更高效，用 AI 识别目标，用 AI 来辅助打击，用 AI 来降低所谓的误伤率，听起来很人道。但他在心里问自己，如果有一天别人也用同样的技术来对付美国的城市会怎么样？如果有一天 AI 的第一个大规模应用就是杀人更高效会怎么样？他给团队和公司内部相关的人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我知道这个项目在技术上可行，在商业上也有价值，但我们需要停下来想一想， AI 作为一项通用技术，它最应该优先服务的是什么？医疗、教育、环境保护，还是战争和监控？如果我们把 AI 和军事绑得太紧，未来全世界会怎么看待 AI？ 会怎么看待 Google？ 我们不应该参与这个项目。后来呢，这封邮件被泄露了出去，媒体炸了，公司内部的讨论区也炸了，几千名 Google 的员工联名签署公开信，要求公司退出 Project Maven。但与此同时，另外一波声音也来了，李飞飞在作秀，他拿着 Google 的钱，却在道德绑架公司。这个是商业决策，不是学术讨论。最后 Google 对外宣布不再续签 Maven 项目。表面上看像是李飞飞赢了，但实际上呢，2018年年底，李飞飞离开了 Google。官方的说法是合同到期，但所有人都知道，在一个把利润和权力放在最高优先级的帝国里边，他选择做了一次内部的反叛者，而反叛者往往待不久。后来有记者问他：“你后悔吗？”他说：“不后悔。如果我不说，那么谁来说？”所以他做的这一件事和我们在 Web3 里边整天挂在嘴边的去中心化，其实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技术架构是不是去中心化，而是当你身处一个强大权力结构的中心，你敢不敢去质疑，甚至挑战这个结构的本身。很多加密的项目嘴上喊着去中心化，白皮书写得很漂亮，但创始的团队拿着80%的代币，随时可以改规则。而李飞飞呢，他站在了 Google 这个全世界最有权势的科技帝国的中心的位置，选择在关键的时刻说了一个字儿 ：No。2019年，李飞飞回到斯坦福，联合创办了一个机构 HAI， 以人为本的 AI 研究院 Human Centered AI Institute。名字听起来有一点理想主义，但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具体，把 AI 从技术理性拉回到人的尊严。HAI 不只招工程师，他还招社会学家，研究 AI 对社会结构的影响；招法律学者，制定 AI 的监管框架；招伦理学家，思考 AI 的道德边界；招政策专家，推动政府层面的 AI 治理。这个结构是不是有点像某一种东西？多方治理、社区共识，不是资本或者是工程师说了算，而是多个角色一起讨论，一起决策。HAI 讨论问题也和传统的 AI 实验室很不一样，他们关心的重点不是怎么把模型再提升1%的准确率，而是 AI 会不会加剧贫富差距，算法会不会系统性的歧视某些少数族裔，数据到底是谁的，应该怎么用？如果有一天 AI 做错了决定，谁来承担责任？他在一次演讲里边说了一段话，我觉得特别值得记下来。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的应用从来不是中性的。如果我们让 AI 只服务于那些有权、有钱、有资源的人，那它就会成为一个放大不平等的工具。但如果我们让 AI 真正服务于每一个普通人，让它帮助教育、帮助医疗、环境保护，那它就会有机会成为缩小差距的力量。选择权其实在我们自己手里。这段话翻译成 Web3 的语言就是：技术可以被设计成更去中心化，也可以被用来变得更中心化。关键不在于技术多先进，而在于我们把权力交给谁。在 HAI 的工作当中，李飞飞特别强调一个概念 ：Data Dignity， 数据尊严。他说，数据来自于人类，
因此必须尊重人类。想想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刷短视频、发朋友圈，用搜索引擎逛电商、看推荐，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条评论、每一张上传的照片，都在悄悄地变成某个平台的资产。对平台来说，这些数据就是新的石油，但对你来说呢？你不能够导出，不能够定价，不能够选择它能被用来训练什么样的模型，你甚至都不知道它被用在了哪里。李飞飞的观点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很深入。既然数据来自于人，就不能够把人当成被榨干的矿，而应该当成有尊严、有权利的数据主体。这个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这个就是 Web3 世界里边过去几年疯狂讲的那些叙事：去中心化身份、数据钱包、个人数据可以授权给谁，用来干什么。只不过在加密的圈子里边，很多人口中的数据主权，最后变成了一套发币拉盘的营销话术。而李飞飞呢，做的是非常朴素版的实践，推动学术界、产业界在处理训练数据的时候更加透明，推动更多的多元、更包容的数据局，防止 AI 系统天然带着偏见，伤害某些群体。通过 AI for All 等公益的项目，把更多不同的背景的学生拉进 AI 的世界里边，让谁来做 AI 这件事本身也变得更加公平。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有些人在嘴上喊着数据主权，实际上想的是发一个币，做一个平台，把数据再收回来，换一种方式继续垄断。而李飞飞在问的是更根本的问题：普通人在这场数据的洪流里边，有没有办法被冲洗得一干二净？讲到这里呢，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去中心化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活法？很多人觉得去中心化就是一个链儿，发个币，代码开源，钱包自托管，再来几个节点投票，听起来都没有错。但李飞飞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更残酷也更真实的版本。去中心化首先是一种选择，当你可以把技术藏起来卖钱，你选择了开放，这个是李飞飞的 ImageNet。当你可以躺在 Google 的大厂里边拿股票，你却选择了在会议室里边说不，这个是 Marvin。当你可以只管模型，不管它会伤害谁，你选择花时间谈伦理、谈治理、谈人的尊严，这个是 HAI。很多的项目里边写了10几页的去中心化的架构图，但权力、数据、决策最后还是掌握在一小撮的人手里。而他呢，哪怕站在了权力的中心，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往外多走了半步。2024年，李飞飞创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 World Labs， 做空间的智能，让 AI 真正理解三维世界。他现在有钱了，也有名了，也不会在干洗店的那个小桌子前为了34美元的净利润而发愁了。但我猜他还是会在某个会议室里边，对着一圈西装笔挺的投资人说出那句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停下来想一想。停下来想什么呢？想一想这个技术最后会被谁控制，想想它会帮助谁说话，又让谁闭嘴，想想它是把权力收走，还是真的往外分一点。这些故事讲到这里，我不想下结论，只想留下3句小小的感想。第一句，真正的去中心化不在白皮书的架构里面，而在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里：钱、权、数据，最后有没有真的摊出去？看一个 Web3 的项目，不要只看技术有多炫，顺手的去看一眼代币在谁的手里，规则谁能够改，投票谁说了算。如果答案总是那么几个熟悉的名字，那它8成就是一个换了件外衣的 Web2。第二句，真正的数据主权不是让你把隐私卖个好价钱，而是你有权利说不卖。当一个项目跟你说你的数据可以变现，你可以在心里边悄悄地问自己3件事：我能不能拒绝？我能不能随时退出？我是不是真的知道这些数据会被拿去干什么？如果这3件事都做不到，那他讲的就不是 data dignity， 只是换一种方式继续白嫖你的生活。第3句，真正厉害的叙事很少是靠一次暴涨完成的。干洗店那本小账本一页一页是7年的坚持。ImageNet 那1000多万张图片是一群陌生的人2年多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标注。HAI AI for All World Labs 是李飞飞在 AI 这条链上一笔一笔记了20多年。李飞飞有一句话 ：AI is really about people。
如果把这句话翻译成 Web3 的语言，大概就是 Blockchain is really about empowering individuals。技术再炫酷，模型再强大，币价再妖，如果最后只是让少数人握住更多看不见的控制权，那它就偏离了我们一开始走进这个行业的那一点点朴素的初心。而李飞飞呢，这个从干洗店出来的 AI 的女神，用她的人生在提醒我们，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但每一次写代码，每一次做产品，每一次签合同，你都要问自己一句话，它到底是在帮谁？好的，如果你看到这里也觉得原来一个根本不做区块链的人也可以活成区块链的精神本身，那就请点个赞，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期不一样的故事。欢迎订阅加密星球，我们每一个周五都用一个真实的人物帮你升级一次对 Web3 的认知。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边告诉我，你还想听谁的故事？可以是币圈大佬，也可以是像李飞飞这样的和加密世界隔空共振的人。这里是加密星球的周五故事会，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就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